不好意思，大姐，这是我的座位，麻烦你让一下。你瞎呀？没看到我怀孕了吗？让我坐怎么了？你一个大男人站几个小时又没关系。哼，笑死我了！你怀孕关别人鸟事啊？这不纯道德绑架吗？心疼兄弟1秒钟，好不容易抢到的春运高铁2等座，居然被孕妇占了，敢问阁下如何应对？哪来的脸啊！我操，占别人座位都这么理直气壮。检测到宿主反道德绑架情绪强烈，经对系统自动绑定，只要对人成功就能获得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和抽奖。这是我的座位，凭什么让给你？赶紧起开！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怀着孕呢，看不见吗？冤有头债有主，你怀的又不是我的种，凭啥我要给你让座？不是，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没素质啊？我一个孕妇坐你的座位怎么了？你这样对待孕妇良心不会痛吗？哼，不仅不会痛，反而还美滋滋呢。你什么你？谁把你肚子搞大的？你找谁去？跟我有毛关系？咋地？你肚子里孩子出生以后是管我叫爹啊，还是给我养老啊？我什么我寻思豆腐都有脑，怎么你居然没有？这座位是我花钱买的，拼手速抢的，你多大个脸啊？动嘴皮子就想让我让给你？我这人素质不详，遇强则强，你要是跟我好说好话，我让你坐一会儿也没啥，但你上来就玩道德绑架那一套，我又不是你爹，凭什么惯着你？随着我的一通怒怼，孕妇已经彻底懵了。大家都来评评理，给孕妇让座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我怀孕都6个多月了，总不能让我站一路吧？可这男的一点素质都没有，让他让个座1万个不愿意。现在的人怎么这么冷漠啊？说着还假惺惺地摆出一副可怜模样。年轻人，我看你四肢健全，身体健康的，站几小时也没啥吧？孕妇可跟你比不了。哎，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连做人最基本的道德都没了，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啊！我说小伙子，那大妹子挺着个大肚子确实挺不容易，车上这么多人，万一给磕着碰着可咋办？你就把座位让给她坐吧。大妈，你是眉毛下面挂俩蛋，光会眨眼不会看吗？这他妈是高铁又不是地铁，什么时候坐高铁还有让座的义务了？见我这么说，大妈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义正辞严地说道：话不能这么说，我虽然不认识这姑娘，但作为过来人，我非常能理解孕妇有多不容易。既然你能理解孕妇的难处，那你就给她让个座啊！看大妈坐在那里没有丝毫要动的意思，我又继续对道：满嘴仁义道德，屁股却纹丝不动，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让502给粘死在座椅上了呢。我是年纪大了，身体不行，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肯定就让了。哦，年纪大了啊，不过没关系，我还有一个办法。这座位呢是我花600块买的，既然你这么喜欢当正义使者，不如你出钱替孕妇把我这座位买下来呗。这样一来，你做好事获得了感谢，我拿到钱弥补了损失，孕妇有了座位也不用站着受累，简直3全其美。怎么样？你现在掏钱，我立马让座。听到这话，孕妇立刻扭头看向大妈。我哪有钱啊？再说了，我凭什么替他出钱？怎么觉得慷他人之慨很容易，光想着让别人付出，自己屁事不干充当好人？既然你不愿意替他出钱，就不要在这逼逼赖赖。还有你，搁着等啥呢？赶紧让开！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冷漠呢？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老婆一个人大着肚子坐车，却没人给她让座，你会是什么心情？如果我老婆怀孕了，她去哪我都陪着她照顾她，不会让她一个人坐车，更不可能给她买站票。不过大姐你也怪可怜的，怀孕都6个月了，你男人怎么不管你呢？不说商务座，他连2等座都不给你抢。啧，摊上这么个没责任心没担当的男人，真是悲哀啊！我不管，我是孕妇，你就得给我让座，这个位置我坐定了。你要是敢动我，万一我的孩子有个什么3长2短，我跟你没完。见孕妇摆出一副滚刀肉的姿态，我也不好动手，只能叫来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在核实了我的车票后，便对孕妇说道：你好，女士，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好吗？你个破服务员也来欺负我是不是？我要是有座位，我会不去坐吗？谁叫你们不多加几节车厢，害得我没买到座票。我可是孕妇，你让我站一路，万一孩子有个什么3长2短，你个臭服务员付得起责骂你。女士，这个座位空着的时候您可以坐，现在买票的旅客上车了，您就得离开。我怀孕了，我难受，必须得坐着才行。如果您有需要，我可以带您去餐车，那边有座椅可以休息。我不去，餐车味道太大了，我闻了犯恶心。根据国家发改委规定，对于旅客霸占座位、严重扰乱车厢秩序的行为，可能会被列入铁路征信体系黑名单。什么黑名单？你个高铁服务员，吓唬谁呢？别怪我没提醒你，被列入黑名单之后，你将无法乘坐火车，而且你现在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严重的话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孕妇有些不甘心，可又怕承担霸座的后果，只得站起身来。算了，餐车就餐车吧，总比站着强。孕妇走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小朋友，坐好一点，不要踢我的椅背。我就踢，踢死你！略，你能拿我怎么样？哼，他还是个孩子啊！你这么大个人了，跟孩子斤斤计较什么？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果然，每个熊孩子的背后都有熊家长，别人惯着你，我可不惯着。你还知道你家孩子不懂事啊？所以你们家是没人教吗？你怎么说话呢？他才5岁呀，难道你没有小时候吗？老大个人了，跟个小孩子斤斤计较，真有出息。再说了，这高铁又不是你家的，我们也是花钱买了票的，你凭什么对我们指指点点？听到熊家长那些毁三观的话，我也懒得和他争论，便走到了熊孩子后面的座位。哥们，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可以让我坐一下你的座位吗？几分钟就行，谢谢。行啊，多大点事，正好我站起来活动活动。
是你他妈顶我椅子干啥？我还是个孩子啊，你这么大个人了，跟孩子斤斤计较什么？我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没毛病，300多个月大的孩子也是孩子。你他妈有病啊！哈哈，没想到我刚出院第2天就被你发现了。胃里医生嘛，我有精神病的事情被人发现了，出门也没带，要怎么办？旁边的熊孩子一直踹我椅子，他那傻逼娘还在我面前叭叭叭的，现在我快控制不住了，要不我把他们都嘎了吧？看我演得如此逼真，刚才给我让座的男子也连忙配合起了我。兄弟冷静，你还年轻，千万不要走到犯罪的道路上。不行，那傻逼熊孩子踹我椅子，我冷静不下来。大姐，你快管着点你家孩子，你跟精神病折腾什么啊？他可是有感人许可证的，咋的？你有复活甲啊？听到有人这么说，这母子俩顿时有点害怕了。不许再踢椅子，再踢我打断你的狗腿！兄弟，刚才的事谢了。果然恶人还需恶人磨，碰到耍无赖的人，救得比他更无赖。处理完这事后，接下来的旅途终于风平浪静，无事发生。系统查看这次反道德绑架共获得了多少积分？回宿主本次共获得了11万积分，并且由于宿主对人的视频被上传到网络上，所以积分在持续增加中。哦，真是一波肥啊！不知道这些积分能兑换些什么好东西？系统帮忙打开兑换商城。丁，系统商城目前解锁的物品有金钱兑换比例10比1，升级厨艺100万积分，挖掘机驾驶技术精通80万积分，歌神级歌唱技能200万积分，影帝级演技500万积分，后续还会解锁更多商品哟。我尼玛，原本还觉得11万积分挺多，现在却连个最便宜的技能都兑换不了。第2天一早就被吃货妹妹拉到超市买了一堆零食，由于超市没有普及自助结账的机器，所以队伍前进的相当缓慢。哎，你干嘛呢？怎么插队呀？我有急事，让我插个队怎么了？那你把我的账也结了呗。凭啥？我又不认识你。你也知道我们不认识啊，那我凭啥让你插队？我这不是有急事吗？你有事我还有事呢，懂不懂先来后到啊？没看到大家都在这排队结账吗？就你特殊，就你有急事，难道大家都闲着没事干吗？这么着急插队赶着投胎去啊？啊，对，赶紧后面排队去，别耽误大家时间。就是自觉一点不行吗？别人都排队呢，你咋就那么厚脸皮往前面插队？谁不着急？公共秩序大家都在遵守，难道就你特殊？放眼整个于县城，谁他妈敢管我张万林？老子今天就要插队，不想惹麻烦的都给老子闭嘴！看到男子凶狠的目光，其他人生怕惹麻烦，顿时都不敢说话了。小逼崽子，你他妈啊！快放手！请排队好吗？小子，有种你就给我等着，我喊人去。哥真帅！不要崇拜哥，哥只是一个传说。妈，刚在路上听妹妹说林建平要来拜早年。你这孩子怎么能直呼全名呢？叫小姑。妈，我才没有这样的姑姑呢。那女人平时可没少欺负你，现在好端端来拜早年，估计又没安啥好心。小北，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们上一辈的恩怨不能带到你们这一辈。你要不带你妹妹出去逛逛，省得到时候不自在。没事儿，妈，都是亲戚，这大过年的我还能骂他不成？哥，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待会儿看哥表演，保证既能解气，还不会引来老妈的镇压，并且让奇葩小姑没办法发作。好好看，好好学，你以后很可能会派上用场。嫂子，好久不见，我二哥没在吗？哦，肯定是出去了吧？我们家老王啊，嗨，你也知道他现在工程搞得越来越大了，每天都有好多人登门送礼或者请客啥的，哎呦，简直忙得不可开交。还是你和我二哥好啊，开这个小饭店，虽然每天起早贪黑，累得跟狗一样，赚的也不多，但胜在自由，还不用应酬。按照惯例，这女人在显摆之后，多半会把话题引到自己或者妹妹身上，总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殊不知我早已今非昔比。小北，你这次准备在家住几天呢？怎么也没见你带个对象回来呢？只住几天吧，我要带对象回来，那就是2个人回来，不然怎么会是1个人？小北啊，你可是男孩子，这么混日子不行啊！我看其他像你这么大的都已经买房了，你怎么还不买房呢？不然以后怎么娶媳妇？别人买房是别人已经买房了，我不买是我还没买房吗？林建平见我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觉得很不对劲，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一口浓痰卡在喉咙，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你也老大不小了，准备什么时候谈恋爱呀？可不就是没对象吗？那有对象的时候自然就谈恋爱了。要不我让琪琪介绍几个年轻的小姑娘给你认识认识。哦，这就不用了，琪琪认识的我又不认识，那我要认识了，不就不用琪琪介绍了吗？你这孩子，我怎么感觉你不想跟我说话呢？我都说话了，肯定是想说话啊！我不想说话的话，肯定就不说话了。不愧是我哥，真有一手，好像说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说。虽然听不懂，但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眼见自己蓄谋已久的显摆之旅快要被我打断，于是林建平很机智的换了个对象。然然，你上的是什么大学来着？我看别人都是985、211什么的重点大学。然然上的也是大学，985、211那些重点大学也是大学。拿到奖学金了吗？肯定有拿奖学金的学生，拿奖学金的学生都拿到奖学金了。那你毕业了准备做什么？毕业后的事情毕业后会去做，现在做的那都是学生该做的。哼，现在的年轻人可真不好惹。不好惹的人自然不好惹，那好惹的人也不会轻易发脾气。小北啊，怎么跟小姑说话呢？我这不是许久没见小姑了，想跟她多说说话吗？哼，既然你家不欢迎我们，那我们也就不赖在这里惹人嫌了。不过嫂子，今晚我们家老王在福聚德酒楼订了饭，想着在过年前大家好好聚一次，你们家可一定要来呀。
小北，你小姑心眼小，今天在我们家吃了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小姑那个人太坏了。妈，要不晚上我们就别去了，这顿饭肯定吃不开心的。说是这么说，但你伯伯和其他姑姑们都去，咱们一家不去也不合适，毕竟都是亲戚。去有什么好怕的？有我呢，今晚谁让咱们一家不好过，我就让谁不痛快。对啊，有哥在，没意味。怎么样，老妹，学废了吗？刚才这个我称之为废话文学，核心就在于明明说了很多，可偏偏什么都没说，让对方产生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就突出折磨二字。林北，怎么会有你这么贱的人？屁本事没有，就会耍嘴皮子，还满嘴喷粪，我真是笑了。来，磕俩响头，让我看看你有多笑。少在那里逼逼赖赖，你要是个男的就滚出来，我跟你单挑。你是大粪吗？还要我挑？你他妈有病吧？是啊，我有巨物恐惧症，我特别害怕大傻逼。林北，你这个狗东西，竟敢骂老娘，气死我了！看我不找个时间把你弄得身败名裂。美芝芝不仅对了那个小太妹，还收获了大量积分，系统给我来个10连抽。恭喜宿主获得8件白色级普通奖品，1件蓝色级稀有奖品和1件紫色史诗级奖品，奖品已放入系统空间，宿主可随时取用。总算没浪费这10万积分，开出了2件实用的奖品。1周后，林北被表妹王舒淇叫到了楼下，似乎已经想好了诬陷林北的奸计。林北，你这狗渣男，当初叫人家小甜甜，现在玩腻了，你就把我一脚踹开。我从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男人。你发什么神经啊？吃错药了？林北，你个王八蛋！小时候你骗我进小树林，对我做那种事，事后你还花言巧语骗我，不让我告诉我爸妈，还说什么以后会一辈子对我好。你以为我年纪小真的什么都不懂吗？我现在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你这混蛋一定会遭报应的。傻逼，真是有病。怎么样？拍到了吗？拍到了，非常清楚。哈哈，林北你完了。菲菲，接下来视频剪辑就交给你了。琪琪，我们这么做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吗？你那个表哥最近在网上还挺火呢。嗨，能有什么问题？有视频，有录音，再加上我可是女孩子，他这回必然身败名裂。行，好了，视频已经搞定。太棒了，亲爱的，过2天我给你介绍2个1米8的黑皮体育生，8块腹肌的那种。哎呀，真是的，人家会不好意思的啊。哼，林北，你个王八蛋臭傻逼，我看你这次还笑不笑得出来。茉莉、菲菲，你们也赶紧帮我转发。放心，我们可是好姐妹，咱们一起斗渣男。我还加了一个仙女群，群里都是小仙女，我这就把微博转发到群里，呼吁大家分享转发，一起跟那个死变态斗争到底。在这几个女人不遗余力的扩散转发下，视频很快就冲上了热搜。太好了，林北让你嘚瑟，现在知道得罪姐妹的后果了吧？叫我女王陛下。嘘，是林北那傻逼。喂，你这死变态找我干什么？王舒淇，网上那些视频是不是你发的？你冤干什么？冤枉？咱就是说你这死变态哪来的脸跟我说冤枉？你敢做就别怕我曝光啊！我就是要让你让大家都看到你那恶心的真面目。哼，还想套我的话，幸亏本仙女机智。哈哈，那死变态肯定急了，现在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活该，谁让他犯贱的？这次我要让他彻底永无翻身之日。放心吧，琪琪，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想要毁掉一个人，简直不要太简单好吗？有句话咋说来着？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只要说的够真，即便不是真的，网友也会当成是真的。况且这次可是有实锤的，节奏这么大，他是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了。另一边，听到手机里传来的忙音，林北气得浑身颤抖。王舒淇，本来我们2家的恩怨只是小打小闹而已，可你现在居然为了彻底毁掉我，竟以身作饵，弄出个断章取义、颠倒黑白的拼接视频陷害我。放心，这个哑巴亏我林北必100倍还之。叮，检测到宿主身边发生特殊事件，任务系统激活，请选择任务路线。选择1，都是亲戚大过年的，没必要弄得太难看，放过他。选择2，既然背负变态骂名，那就不能白白挨骂，找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偷摸进他家，狠狠的用教育。选择3，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宿主也不能蒙受这不白之冤，不但要挽回名誉，更要让诽谤者受到制裁。温馨提示，做出不同选择将引发不同后果，请宿主谨慎选择。咦，居然刷出系统任务来了，选择1最和谐，毕竟都是亲戚，小时候还一起撒尿和泥巴玩呢。选择2倒是也不错，嘿嘿，想想就刺激。不过选3。叮，任务网络小作文已开启，请宿主在法律范围内维护自身权益，惩罚诽谤者。任务完成后，本系统会根据完成情况综合打分，并发放奖励，评分越高，奖励越丰厚。随后，我利用系统开出的紫色及奖品高级黑客技能，不费吹灰之力，便黑进了王舒淇的社交账号。我擦嘞，没想到王舒淇竟然存了这么多爱情动作片。尼玛，原本以为她就是性子野了点，没想到她居然还做过这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而且还丧心病狂的拍下了视频和照片。哼，就让你也尝尝滋味。你个死猪，你居然害老娘！王舒淇，你傻逼吧？老娘可是来帮你的，你现在居然骂我！你个死猪，我拿你当姐妹，你居然背后捅我刀子，发微博曝光老娘！我什么时候曝光你了？还搁这儿跟老娘装傻？你敢说微博那些照片不是你曝光出来的？说着，朱菲菲立马打开了自己的微博。这怎么回事？
这不是我发的，真不是我这就删了他。现在删有坤巴用，图片早就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我再说一遍，这些图片不是我发的，你被人骂，那也是因为你不干人事，这也能赖到老娘头上。原来林北这个腹黑 boy 在飞进王舒淇的网盘看到那些证据之后，并没有用自己的账号，而是借助朱菲菲的微博进行爆料，这才上演了一出狗咬狗的好戏。哥，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王舒淇发的微博？她居然把同学的事情都推到你的身上，真是太不要脸了。被狗咬了，咱总不能咬回去吧？难道这口气你能咽得下去？不，我的意思是被狗咬了，咱不能咬回去，但是可以拿起石头把狗头砸烂啊！等着看好戏吧，这才哪到哪。说完，林北就立即发布了一条澄清视频，然后直奔派出所。小伙子，你有事儿吗？警察叔叔你好，我要报案。小伙子别着急，坐下慢慢说。警察叔叔，事情是这样的。林北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并将所有证据都提供给了警察。岂有此理，简直是目无法纪。他这么做完全可以彻底毁掉一个人。不过小伙子你放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造谣传谣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好，请问是王舒淇吗？是我，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这边是派出所，给你打电话呢，是因为……什么玩意儿？派出所？你怎么不说你是联合国的？王舒淇女士，我是盂县派出所民警吴正国，因你涉嫌一起网络诽谤案，我们对你进行口头传唤，请你立刻来派出所配合调查。诽谤？我什么时候诽谤了？哦，我知道了，是林北那傻逼找的你对吧？呵呵，竟敢冒充警察，友情提示，这可是犯法的哦！还想骗本仙女，你当我跟你们一样傻逼啊？我真是警察，我们接到报案，说你跟一起网络诽谤案有关，所以才叫你过来协助调查的。说的跟真的一样，都什么年代了，现在都提倡言论自由，我的微博我乐意发啥就发啥，法律管天管地，还能管到我头上啊？真他妈搞笑了！本仙女正烦着呢，别来犯贱。小伙子，对方非常顽固，无视口头传唤，我现在要申请传唤证，亲自上门抓人。我可以跟着你们吗？一般来说，警察办案、闲杂人等是不可以掺和进来的。不过你如果恰好也要去那里的话，我们也不会阻止。警察叔叔，你要这么说我就懂了。警官，你们找我干什么？我可没犯法呀。王舒淇，你是不是曾在网上发布不实信息，恶意造谣传谣，煽动抹黑他人？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以为不承认我们就没办法了吗？王舒淇，你涉嫌网络诽谤的事情已经正式立案，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那这是传唤证。不是我就服了，你们怎么当警察的？他说啥你们就信啥呀？你们调查清楚了吗？随随便便就抓人，是不是别人不发火就把别人当傻子啊？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我们会轻易对你下达刑事传唤的决定吗？请你配合我们执法。我配合什么配合？现在不都是讲究言论自由吗？凭什么我发个微博你们就来抓我？我就在家，我哪都不去。行了，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慢慢交代。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配合。我配合不了，你们肯定都是黑警，早就被那个林北收买了，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我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向我的上级领导部门或者督察部门投诉举报，你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现在你必须配合我们执法。滚，都给我滚，这是我家。再次警告你，王舒淇，请你配合执法，否则我们将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此时面对帽子叔叔的警告，王舒淇非但没有及时醒悟，反而还威胁起帽子叔叔了。我告诉你，我爸是王德发，他跟县里好多领导关系都特别好，你有种对我强制一个试试，一个电话我就让你脱了这身警服，你信不信？眼见警告无效，警察老吴也是狠下心来，直接给身旁女警使了个眼色。林北，果然是你害我，你这王八蛋最好跟他们说清楚，否则我爸是不会放过你的。王舒淇，你好大的胆子，当着我们的面就敢威胁报案人。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证据，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你很可能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在你觉得在这里撒泼打滚就能逃避法律责任吗？还要坐牢？网络诽谤造成如此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这已经是刑事犯罪，你以为我们跟你闹着玩呢？林北表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快跟他们说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帽子叔叔干什么？说完，王舒淇就被帽子叔叔带走了。林北你好，我是律师张三。张律师你好。林北，最近关于污蔑你的视频我是全程关注的，对方诽谤罪成立肯定是板上钉钉没得跑，但诽谤罪是轻告罪，诽谤案是自诉案，告诉才处理，不告不理。换言之，需要你自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才会受理。如果你不起诉的话，对方很可能逃脱法律制裁，所以你需要一个律师。我是来毛遂自荐的，这个案子我非常感兴趣，我愿意1块钱代理费帮你代理这个案子，不知你意下如何？听了张三的一番解释，林北这才恍然大悟，本以为报警就完事了，没想到这案子还需要自己去起诉。如果有张三加盟，那王舒淇铁定会被送进去踩缝纫机，这种好事断然没有拒绝的道理。求之不得啊，张律师，你能代理我的案子，我非常高兴。很好，你在盂县是吧？我马上飞你那边见面详谈。没问题，张律师，稍后我把详细地址发给你。接着林北查看了一下系统积分，当看清积分后面一长串数字后，林北兴奋的差点猝嘎。人要是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100万积分在商城也就能兑换2-3个技能，还不如直接来个百连抽，一个紫色不亏，2个紫色血钻，要是能出一个金色传说。打定主意后，林北不再犹豫，直接开启百连抽，并筛选屏蔽了白色粗糙奖品的播报。
丁，恭喜宿主抽中金色传说奖品1个，1亿现金，资金来源合理合法，已存入宿主账户，宿主可自由支配。紫色史诗奖品1个，升级钓鱼技能，只要钓鱼必有收获，附带百钓百中特性。钓鱼与永不空军。蓝色稀有奖品3个，分别是全系法律精通、高级辩论技巧以及100万现金。6个绿色普通奖品，分别是福聚德酒楼、10万购车专项资金以及4个10万现金。随着奖品依次呈现，林北激动的心也逐渐恢复平静。王德发，当初你家王舒淇在网上那样抹黑我家小北，我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当时你是怎么说的？你跟我说小北活该，那我今天同样的话送给你，你闺女才活该。另外再送你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爸，是王德发的电话吗？是啊，他说王舒淇被你报警给送进去了，打电话过来兴师问罪呢，真不知道哪来的脸。爸，这件事是不是让你为难了？这有啥好为难的？如果是我受点委屈受点气都没啥，看在亲戚的面子上，我吃点亏也不会说什么。但这次他们一家是在搞你，他们要毁了你，那老子能惯着他？我只是大度不是软弱，只是大方不是蠢货。小子，你想做什么就放心去做，老子绝对支持你。小兔崽子，你爸妈在家没？干啥啊，老头？臭小子，你怎么跟我说话的？尊老爱幼都不懂吗？我当然懂尊老爱幼，但这里的老可不包括老登。你个臭小子，还敢顶嘴！爸，你别激动，小北啊，那什么，我准备在福聚德酒楼摆一桌，请你们一家吃个饭，好好的赔礼道歉。你爸妈在家不？我们上去说。不愧是老狐狸，居然还能压下火气，只可惜你这一套在我这儿没用。不必了，我们还是喜欢在家吃饭，可吃不起你王大老板请的客。小北，对不起，小姑给你道歉，也替琪琪给你道歉。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不对，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小时候你跟琪琪还经常在一起光屁股玩泥巴呢，难道你真的忍心送他去坐牢？他能忍心让我身败名裂，我为什么不忍心送他去坐牢？听到这话，林建平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才好。8万，我赔你8万，你放过我女儿。不好意思，我对钱不感兴趣，这钱你还是留着请律师吧。10万，不，15万，只要你现在去派出所撤案，我今天就把钱打给你。这可是你们家2年都存不下的钱。你以为有钱就能解决一切吗？那你说，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女儿？原谅她是法官的事，我只负责送她去见法官。小子，你不要太过分，我就琪琪一个女儿，你行了，我什么都做得出来。别吹牛逼了，还什么都做得出来？我随便给你个1元2次方程，你都解不了。什么是1元2次方程？叫你多读书，你非要去养猪，不好意思，我不想和猪打交道。爸，那小兔崽子油盐不进，现在怎么办啊？这别着急，看我出马。说完，王德发老爸就开始鬼哭狼嚎起来。小北，这么让他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就算邻居们不会说闲话，可因为我们家的事儿让大家都不得安生，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是得赶走那老逼灯，不过这种不要碧莲的老逼灯，寻常手段肯定是没用的，讲道理讲不通，用武力不值当，就算报警都拿他没办法，只能出奇招。如此想着，林北心念一动，调出系统商城面板，很快便找到了合适的技能，直接兑换了。爸，你就安心回屋刷会视频，这事儿交给我，10分钟内不让那老登离开，我是你儿子。几只麻雀小哥，小小意思不成敬意。兄弟，你是哪个屯子的？怎么变成人类的样子了？难道你修炼成妖了？奇猛了，居然听到人类说鸟语！大家都别上当，那个卑鄙的人类肯定是设下陷阱要抓我们。6只麻雀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若是以前，林北只能听到吱吱吱的声音，现在习得高级鸟语精通后，他还真能听懂麻雀在说什么。麻雀小哥，我真没恶意，就是想请你们帮的小忙而已。这些小米是送给你们吃的。人类，你到底有什么阴谋？雀哥看你说的，我哪有什么阴谋，真的就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这些小米只是见面礼，回头我再买点蚊子毛毛虫啥的给你们加餐。人类，你的诚意我们看到了，行走江湖最重要是讲义气。说吧，想让我们帮你干什么？看到下面那个老逼灯没有？往他身上拉屎。对了，他身边那一男一女也别放过，要雨露均沾。好说，等我们吃饱了，给他们拉泡大的。雀哥仗义，我家就在1楼，以后我和家人会经常在阳台放小米、谷子、碎玉米啥的，欢迎你们常来。老王，你说爸这么做真有用吗？林建明和杨素娥的性子你还不了解吗？耳根子软，而且要脸面，肯定会坐不住的。现在他们说不定已经在硬撑了，只要我们再坚持坚持，肯定有希望。就在他们说话的间隙，几只麻雀悄悄飞了过来。小黑子，你跟我负责那个老的，花花坤坤，你们2个负责那个男的，那个女的交给你们俩，分头行动，为我们的朋友大家冲啊！卧槽！快看，那3个人被鸟拉了一身。他们上辈子是掏了万8千个鸟窝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仇恨值？遇到问题不要慌，赶紧把手机拿出来拍个朋友圈。看到自己老父亲那张成了猪肝似的脸，王德发都吓坏了，俩人赶紧合力把人抬上车。妈的死鸟，回头老子要嘎光整个县城里的麻雀！你先别跟鸟置气了，快看抖音，林北那小王八蛋居然把我们拍了视频发到抖音，现在网上都是笑话我们的。什么？他娘的！这小逼崽子有点给脸不要脸了，我真忍不了一点了。这个小杂种现在都骑到我们头上拉屎了。老王，你不是认识很多道上的人吗？找几个狠人，把他们一家好好教训一顿，再逼林北签了调解书，把琪琪救出来，顺便替我狠狠出口恶气。喂，老马是我，有个事情可能的麻烦你一下。接着王德发将需要对方办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喂，你们找谁？
就你叫林北啊？我不是。哦，那我们找错人了。三哥没找错，就是这小子，我看过他的照片，可他说他不是林北啊。三哥，他骗你呢。啥玩意儿？你个傻逼，居然敢骗我！傻逼骂谁？傻逼骂你。说得好啊，说得妙啊，确实是傻逼在骂我。三哥，他又骂你，他骂你傻逼。小逼崽子，我看你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今天老子就给你上一堂生动形象的社会实践课。死多普，三位，我劝你们动手前想清楚哦。首先，这是我家，我现在不允许你们进来。如果你们强行闯入，那就触犯了刑法第24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住宅罪，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你们动手打人，就触犯了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3年起步，最高死刑。如果你们不小心砸坏了我们家的昂贵电器或者古董花瓶的话，就触犯了第275条规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涉案金额大小，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或者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你们找上门对我进行威胁、恐吓或者谩骂、侮辱，这也可能触犯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最高可能会坐5年牢哦。哦，对了，因为你们是3个人同行，这算团伙作案，判刑会比单人更重。所以3位确定想好了？此刻全系法律精通的林北，各种法律条文和规定那是信手拈来。三哥，我才刚出来半年，可不想再进去啊！闭嘴，蠢货！小逼崽子，你当你马爷是吓大的啊？今天这阵仗，你觉得3言2语就能把我们打发了？我没有吓唬你的意思，只是在阐述事实。当然了，俗话说得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如果你们非要以身试法，那我希望你们进去了以后，不要怪我没提醒。三哥，我看着小子邪乎，要不咱撤吧？放屁！今天我们要是被这么个毛头小子吓到，以后我们都别在道上混了，而且老王那边也不好交代。听到这个称呼，林北决定试探一下这3个有点傻的小混混。王德发给你们多少钱，能让你们连坐牢都不怕？他可是给了我们10万，你操！别他妈多嘴！老王专门叮嘱我们不要泄露他的身份。小子，什么王德发我们不认识，什么钱不钱的我也不知道。今天过来就是单纯看你不爽，别以为拽2句法律就能吓坏哥几个。就算真进去了，我们全当进修了，几年以后出来照样能插起利棍。哥几个准备干他。看来法律已经震慑不住这3个不太聪明的社会人了。既然如此，系统使用乌鸦嘴体验卡。大块头，你们3个左脚绊右脚摔个狗试试。你他妈以为？哎呦我操！哎呀，几个好大儿咋行这么大礼呢？可惜我没红包给你们呀。臭小逼崽子，大爷今天非让你见个红不可。好汉饶命啊，千万不要嘎我，你不就是想要钱吗？只要你别嘎我，我可以给你10万块钱。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你特么速度恢复一下。我那不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吗？要早知道大哥你这么猛，我哪敢在你面前嚣张啊。算你小子识相，来转账。好嘞，只要你别伤害我，我这就给你转账。等等，小逼崽子，你当大爷我傻呢？现在你给我转账，回头再去报警说我抢劫，不但钱保不住，我特么还得进去。尼玛，这大块头居然有点脑子。不行，我得录个视频，来你当个摄像头的面说你是自愿给我转账，不是我抢你的。没问题，大哥，我现在给这位好汉转账是自愿的，他没有抢我的钱，真的没有抢，这样可以了吗，大哥？啊，少特么废话，赶紧转。支付宝到账10万元。小子，我看你不像是没脑子的蠢货，今天也还算识相，怎么有些事情就一根筋不知道变动呢？大哥，你说的是什么事情呢？我咋听不明白？你特么最近得罪谁了？心里没点逼数吗？我没得罪啊。哦，难道你是说王德发他们一家？你知道该怎么做吧？别让大爷我再来找你，要是还有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知道吗？我明白，回头我就去派出所撤销报案。早特么这样，不就啥事都没有了吗？喂，你好，我要报警，我家遭人入室抢劫，被抢了10万块钱。哎呀，老王你就放心吧，我马三是什么人，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吗？有我出马，手拿把掐。我跟你说，那小兔崽子当时就吓尿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求我放过他，还说他马上就去派出所撤销报案。你要不就去派出所等着吧，估摸着很快就能接你闺女回家了。三哥，那咱们怎么分红？尼玛，这么多年兄弟了，我还能坑了你们不成？王德发不是承诺给10万吗？我自己拿6万，你们俩一人2万，没意见吧？没意见，没意见。不过呢，现在王德发只给了4万定钱，剩下6万要等他闺女从派出所出来才会给。你们也别着急，等他把钱都给了我，我肯定给你们分红，1分不带少的。至于那小子给的10万，那是我一个人一把刀搞来的，跟你们俩没关系，1毛钱都没你们的份。我话说完了，你们谁赞成谁反对？三哥，话不能这么说，如果今天不是我们哥俩跟你一起过去，你也不可能那么顺利把事办成，更不可能有意外收获。这10万多少该给我们哥俩分点吧。没错，三哥我们都是跟你混的，你大口吃肉，连口汤都不给我们喝，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看来你们俩这是要造反啊！如果不是老子带你们，就这2万块你们半年都不一定赚得到，有钱拿就偷着乐吧，还在这里逼逼赖赖的。马三，我忍你很久了，叫你一声三哥，你特么还真以为自己是哥了。今天必须分钱。对，必须分钱。见没得转圜余地，3人就地斗了起来。哟呵，你们哥仨这是玩啥呢？吴哥是你啊？没事，我们就闹着玩呢。对，我们闹着玩呢，没打架就不劳烦你们了。几个混混本以为说完警察就会离开，没想到对方脸色一沉，说道：
马宝田、庞红兵、赵明，现在怀疑你们3个跟一起持械入室抢劫案有关，跟我们走一趟吧。啥玩意儿？抢劫？不是吴哥，这搞错了吧？我们几斤几两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借我们18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去抢劫啊！行了，废话少说，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是与不是，一查便知。老王，你说这马三靠谱吗？他真这么快就把林北搞定了？马三这人虽然喜欢吹牛逼，但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在这种事情上还是有经验的。要不你以为我钱多烧大给他10万块，你就放心吧。林北那小兔崽子，除了会耍点嘴皮子功夫，他还有啥？别看他咋咋呜呜的，一碰到社会上的狠人，分分钟吓尿裤子。哎，老王，你看那是不是马三？卧槽，还真特么是马三和他的2个小兄弟，他们不是顺利把事办成了吗？这咋还被警察抓了呢？这时，马三似乎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便回头看了眼。报告，我有情况要反映。就那个男的，是他让我们那么干的，他还给了我10万块钱，我真不是故意的，都赖他，他才是主谋，快把他抓起来！见警察向自己走过来了，王德发想逃，却逃不掉。他没想到来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另一边，林北终于是见到了传说中的法外狂徒张三，两人互相寒暄了一句后，各自落座。黎先生，你这个案子呢，我在网上有所了解，但是为了更准确的把案情，还是需要你尽可能客观的把事情经过跟我讲一遍。没问题。接着，林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讲述了一遍。黎先生，你想不想让对方进去多吃几年公家饭？多吃几年公家饭？你的意思是寻衅滋事罪？难道林先生也是学法律的吗？略懂，这是著名的万能罪吗？没错，寻衅滋事罪确实也被很多人戏称为万能罪，当然在业内更习惯称其为口袋罪，叫法不同，意思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只要引发了恶劣的社会问题，产生了明显的社会矛盾，就能往这个罪名上面靠拢。这次对方在网络上造谣传谣，引导舆论，煽动网暴，已经是造成了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说他成立寻衅滋事罪问题不大。关于这一点，在最高院颁布的网络诽谤案件相关司法解释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只可惜对方这次算是同一行为触犯多个罪名，适用想象竞合，只能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不能两罪并罚。不过从3年以下变成5年以下，已经更行了。林先生看来对法律有些研究，想象竞合都知道，这倒是省得我多嘴解释了。张三深深看了林北一眼，他没想到这个年轻人3句话震惊他3次。身为律师，很多时候最头疼的不是法庭交锋，而是跟当事人沟通。有些当事人不但法盲，还听不懂人话。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存在的，两人相谈甚欢，很快便达成共识。张三正式成为林北的代理人。老爸老妈，其实这福聚德酒楼是我名下的。哥，您老实交代，你是不是绑定了什么神豪系统之类的东西？卧槽，这是妹妹咋知道的？我看过网络小说，现在就流行系统文，那些主角轻轻松松就能获得很不可思议的东西。以后少看点网络小说，尤其是小白爽文，看多了固然很快乐，但智商会下降。小北，咱家虽然条件一般，但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你可不能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赶紧老实交代这酒楼是怎么来的。哎呀，老爸老妈，反正这酒楼肯定是正当手段得来的，你们就放心吧。虽然咱家饭店被烧了，但有了福聚德酒楼，还要啥自行车啊？见林北明显不想说明酒楼的来历，林父林母也就没有追问。臭小子出息了，看来以后我和你妈都是你的员工了。林建平，别以为弄个私密账号我就不知道是你干的，看来你已经彻底失了智，竟然连纵火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哼，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想到这里，林北立刻跟他爸妈说了一声，便直奔派出所。小伙子，你刚才说你知道是谁放火烧了你们家饭店？是的，吴警官，这事8九不离10。那场失火事故到现在还没有出调查结果，不能确定是意外还是人为，你怎么就知道纵火者了？因为我收到了一个私信，我通过特殊手段查过，这个账号就是我小姑林建平的。我跟他的恩怨，吴警官你也知道，现在他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昨天放火烧我们家店，现在还威胁我，字里行间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如果我还不撤案调解的话，他就烧我们家。小伙子，你反映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会将林建平列为重大嫌疑人，展开调查。另一边，林建平给林北发了私信后，等了好久都没见他回复，还以为林北没看到，急得团团转。这小兔崽子，抖音私信也不知道看，有了，我可以悄悄给他加塞字条，且不能直接手写，笔记也容易暴露身份。我看电视上那些绑匪写信，都是剪纸拼接成文字的。林建平，我们是派出所民警，现在怀疑你跟昨晚新建西街商铺失火一案有关，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这个搞错了吧？什么商铺失火我压根不知道。知道或不知道，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自有分晓。我什么都没干，什么商铺失火跟我没关系。林建平，你是太高估自己的手段了，还是太低估我们警察的办案能力了？你真就以为自己做的那些事情天衣无缝？失火的双木饭店确实没有监控，但你别忘了，你们家小区停车场可是有监控的。我们查过，昨天晚上大概11点左右，你从你家车的油箱里抽了一桶汽油出来，而双木饭店的起火原因也已经明确，就是汽油着火。你作何解释？
我真是个傻叉，虽然知道双木饭店没有监控，但却忘了停车场有监控。早知道把车开到别处再抽汽油了。而且我们还发现你用抖音小号给林北发威胁恐吓私信，更是暴露了你的作案动机。林建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希望你能够认清楚形势，放火罪可是重罪，唯有坦白交代，主动认罪，才能争取减刑，千万不要一条道走到黑。听到这话，林建平是彻底绷不住了，老实交代了作案经过。与此同时，另一边林北通过黑客技能统计发现，各大平台达到诽谤罪入刑标准的账号居然有1000多条，真是一个浪漫的数字。行啊，铁头娃们，咱就来个一生一世的羁绊。你们这些喷子以为有网络作为掩护就可以为所欲为，不管说什么做什么，不管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也不管对别人带来何等伤害，都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但是今天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你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上胡乱说话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念及至此，林北打开抖音开启直播，并给直播间定了个非常劲爆的名字，2日之期已到，恭送喷子入刑。直播刚开始便有无数观众蜂拥而入。北哥，我看到不少喷子发视频道歉了，就连微博、豆瓣、小红书3大禁区都有不少全是认怂。北哥牛皮啊！主播搞快点，我看你视频里还有不少勇士在那边上蹿下跳的，赶紧把他们都送进去。我就想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认怂了，还有多少人继续头铁。哈喽，大家好啊！龙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很多网络喷子也不想承受牢狱之灾，所以在过去的48小时里，确实有不少喷子通过各个渠道、各种方式向我道歉。不过呢，嘴硬头铁的勇士也不在少数。我统计了一下，到时间截止的时候，还没有道歉的网络喷子共有1314人。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没有道歉，为何不道歉？因为不怕。为何不怕？不怕就是不怕，我只能说6啊！我操，1000多人，这不得上演一波血流成河的大动作啊！必须支持，狠狠支持！看到直播间这么多观众们如此鼎力相助，林北也是感觉到体内热血沸腾。兄弟们放心，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说了起诉咱就必须告到底。说着，林北就给律师张三打去了电话。张三律师，我这边统计了全网侵权言论达到诽谤罪标准的人，共计1314个，我要把他们全部送进去。不知道张三律师对这个案子感不感兴趣？林北，看来你这是要起诉全网的节奏啊！没错，我就是要起诉全网。这次的事件最开始确实是王舒淇他们3个搞出来的，但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不少跟风带节奏以及网暴我的。在我澄清之前骂我也就算了，但是在澄清之后还是继续网暴我，那你说我能忍吗？这些喷子有一个算一个，一个都别想跑，我要让他们全部承担法律责任。张三内心震动不已，他着实没想到林北居然有这么大的魄力，遇到网络诽谤和网暴能够站出来起诉罪魁祸首，这是已经是遥遥领先了。可他居然还要起诉全网喷子，饶是有着法外狂徒称号的他，这会儿都被震惊了。感兴趣？我简直太感兴趣了。林先生，哦不，这么叫太生分了。我年长你几岁，就叫你林老弟吧。这个案子交给我，保证很行很可考。姐，我的诉状已经饥渴难耐了，希望这次的对手能给我带来一丝丝的挑战，要不就太过无趣了。两人在电话里初步达成共识，随后又简单沟通了几句后，林北便结束了通话。这时直播间潜水的喷子们再也坐不住了，原本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幻想，觉得林北可能在哗众取宠，没想到他居然连律师都找好了。更关键的是，这个律师还是传说中一言不合就把对方律师甚至是敲锤的一起送进去的法外狂徒。北哥，我错了，之前我完全是被蒙蔽了双眼，误会你了，现在向你郑重道歉。主播手下留情啊，我前2天忙着走亲戚来着，没看到你发的澄清视频，根本不知道事件反转了。如果早知道，我肯定早就给你道歉了。主播，我还要考公务员，不能有案底，我愿意给你道歉，还可以赔钱，只要放我一马怎么都行。主播哥哥，你就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林北知道网络喷子的尿性，在网上个个都桀骜不驯，嘴硬的不行，但在现实中却是任人拿捏的软蛋。然而现在面对林北，他们的嘴再也硬不起来了。兄弟们，这些网络喷子小仙女都想让我放他们一马，对此我只想说，不好意思，我他妈不是放马的。汽车撞墙你知道拐了，大鼻涕流嘴里你知道甩了，股票涨了你知道买了，要被起诉你知道改了，呵呵，晚球了。我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不好意思，你们不仅干不掉我，还得被我干掉。好好珍惜在外面的自由时光吧，毕竟很快你们就会去某个地方包吃包住，规范作息，按时劳作的地方体验集体生活了。如果因此而毁了你们的人生的话，那我真的很抱歉呢。说完，林北立马关了直播，他可不想再给那些网络喷子认错的机会。什么？咱小区要加装电梯？是啊，据说3楼网上都已经签了同意书，就剩下我们1楼和2楼的住户了。其实加装电梯这个事情本身，我和你妈是不反对的，也能理解那些住高楼层的邻居每天爬楼梯的辛苦。可问题是，这个电梯是装在单元楼外面的，也就是阳台旁边，到时候不仅严重影响采光，电梯上下还会产生很大噪音。那对于采光和噪音的问题，他们有没有给个说法？这些问题我跟他们提过，可人家就只是敷衍2句，也没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物业那边总是说什么加装电梯，我们1楼和2楼不用出钱，只需要在同意书上签个字就行。听他们那语气，好像不让我们出钱，还是我们占便宜了。什么人呢？这不是明摆着欺负老实人吗？老爸老妈，咱家不会去故意阻挠安装电梯，但也不能任人欺负。虽然加装电梯是个好事，但不能因为方便高楼层就牺牲我们低楼层的利益。这采光和噪音的问题摆在面前，总得有个说法才行，要么解决问题，要么给补偿。谁说不是？我们也不指望靠这点补偿发家致富，但也不能任人欺负啊。就是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些话确实不好说。老爸，他们都好意思欺负咱了，咱还有啥不好意思说的？这样吧，你要觉得不好说，那就我来出面，反正我辈分小，啥话我都能说。就在林北老爸准备继续说事时，一阵门铃声突然响起。建明哥，嫂子好啊！哟，
这林北吧，上次见还是你上中学那会，没想到一晃眼都长成大小伙了。这要是在外面碰到了，我都不敢认。在双方客套中，林北知道了这人的身份，他是这次家装电梯的主力推动者。建明哥、嫂子，这次过来呢，主要还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家装电梯的事情。你们是咱这北云小区的老住户了，肯定也知道，咱这小区一直没个电梯有多不方便，尤其是住高楼层，家里有老年人的。哎呦，我跟你们讲，真的太难了。像我爸，他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好，下一次楼是真不容易。想出来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也是有心无力，只能成天待在家里，都快发霉了。这不，我们就寻思，大家集资装个电梯，以后这个上下楼就方便多了。我专门咨询过工程队，电梯的初步规划已经完成，现在只需要所有住户签个同意书，就可以择日动工。马军明看向林父林母，一副非常大方慷慨的样子。至于费用的问题，建明哥、嫂子，你们尽管放心，不管花费多少钱，都由我们3楼往上的几家共同承担，你们1分钱都不用出。我们虽然接触不算多，但我一直听别人说建明哥和嫂子都是好人，肯定能理解我这个做儿子的心情，对吧？眼见自己老爸老妈面露为难之色，林北直接开口说道：“马叔，我有个问题，这个电梯是装在外面吧？到时候肯定会遮挡阳光，而且电梯运行的时候也会产生噪音，这些问题怎么办？”这个我们楼上不也是一样的吗？加装电梯主要是方便你们高楼层的，对于你们来说利大于弊，你们当然没意见。可我们家在1楼，根本用不着电梯。你说因为这么个对我们家完全没用的东西，让我们家承担挡光和噪音问题，这不太好吧？小北啊，你还小，有些事情你还不懂。马叔，你看我一个小孩子都懂的事情，你肯定也懂。那你怎么不想着解决问题，就想着敷衍了事，蒙混过关呢？虽然打断别人说话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但对方摆明了没安好心，林北自然也不需要讲究那么多。哎呀，俊明，我家小北性格就这样，说话比较直接，你别介意哈。马叔，你别看我爸妈，这个事情我说了算，你有什么话还是跟我说吧。小北啊，我总听你爸妈说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肯定能理解我对不对？我父亲都70多了，腿脚也不好，他住在6楼，平时想下趟楼真的太不容易了，而且老人家骨头脆，这要是下楼的时候不小心摔了，我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后果。作为儿子，我这么做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老父亲上下楼方便一点，尽一尽孝道。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咱们这么多年邻居了，也得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对吧？况且孝顺父母还是我们龙国的传统美德。马俊明本以为拿孝道来说事，就可以道德绑架林北，自己就站在了不败之地，但很可惜，他找错了对象。马叔，我非常理解你尽孝的心情，但我也是儿子，我也想尽孝啊。你想让自己的父亲上下楼方便，那我也想让我爸妈住的舒心不是？这外面一装电梯，我们家就变成了黑房子，住着得多压抑。而且我妈睡眠本来就不好，这以后外面电梯轰隆轰隆的，更睡不好觉了。理解是相互的，体谅也是，我完全理解你。所以加装电梯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是说就一定不同意，但反过来讲，你是不是也得理解我们？这个挡光和噪音的问题摆在面前，总得有个说法吧？说了这么多，你不就是想讹钱吗？现在做父母的不出来，让小的出来顶啊？咋了？不讹点钱就活不了了吗？我跟你讲道理，你就觉得我是想讹钱是吧？怎么？难道不是吗？别人都没事儿，就你们家意见多，又是挡光又是噪音的，说这么多还不就是想要点钱吗？咋的？你们家掉钱眼儿里了？装电梯的费用没让你们分摊，就偷着乐吧，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你非要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你就当我是为了钱吧，反正这本来也是我们应得的。加装电梯势必会遮挡阳光，也势必会带来噪音，凭啥为了方便你们楼上的，就得牺牲我们楼下的利益？就凭你们楼上人多了不起啊？对，就凭我们楼上人多就是了不起，还想要钱？我告诉你，不可能，我绝对不会惯着这种社会不良风气。加装电梯、老小区改造，这是受国家政策支持的，不是你们一家一户就能阻挡的。而且我儿子可是龙国政法大学高材生，他跟我说了，只要我们这栋楼2/3的人参与表决，表决的人里有3/4的人同意，那就可以安装电梯。所以相当于只要1半住户同意就行，你们一家一户的意见根本影响不了什么。我上门来征求意见，那是对你们家的尊重，但并不代表你们可以狮子大开口。你确定你儿子是龙国政法大学高材生？废话，那可是正儿八经的211重本大学。听到这话，林北笑了，自己可是掌握了全系法律精通技能，跟自己比懂法，完全是厕所里打灯笼，找屎行为。你刚才说的是民法典第278条规定，完整内容应该是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决定改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事项，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超过3/3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占比超过3/3以上的业主同意才行。也就是你刚才说的2/3和3/3。这条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业主大会运作难的问题，可不是让你们以多欺少独断专行的。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多数人表态直接决定，可如果有人反对，一票否决权了解一下。你啥意思？意思就是在公示期间，只要有一户提出书面反对意见，你们这个电梯就别想装。如果强行安装，到时候你看我会不会举报违建就完了。小子，难道就因为你们一家反对，就让大家一致同意的事情推行不下去？就因为你们一家的矫情，就让整栋楼的邻居都受到连累吗？
别动不动就拿一顶大帽子扣过来。我们家又没说一定不同意加装电梯，但装电梯的前提是得解决我们家的问题，不可能为了方便高楼层就让我们低楼层无条件的迁就和退让。眼看林北态度坚定，马俊明只得黑着脸离开。这个马俊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加装电梯这事儿就是他在推动的。老爸老妈，你们先别着急，我先去探一探邻居们的口风再说。刚才马俊明说什么别人家都同意，就我们家有意见，这话我可不相信。我们先看看其他邻居都是什么想法，也好有个心理准备。臭小子，看来这种事情还得是你出马。大爷大妈，你们可能还不清楚，这个电梯是装在咱们单元楼外面的阳台边上，到时候家里白天都得开着灯，而且电梯上上下下轰隆轰隆的会很吵，住着肯定闹心。被林北这么一提醒，老两口这才反应过来。哼，老马家那混小子竟跟我说装电梯多好多方便了，这些麻烦事他是一个自媒体啊，还说什么加装电梯的钱他们楼上住户分摊，不用我们出1分钱。我精明了60来年，没想到林老差点栽个大跟头，幸亏小北你提醒我们。这都是小事情，他们这种人就是喜欢欺负老实人和老年人，不懂这些。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他们这种人。在林北挨家挨户的点拨下，邻居们也是幡然醒悟，对于加装电梯大都失去了积极性。另一边，马俊明接到了物业打来的电话，在得知对方所说的事情后，顿时一脸懵逼。曹经理，你说啥？我们这栋好几户都去你那边提交了书面反对材料。哎，不是，他们干啥呢？明明已经说好的事儿啊，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听那些业主说，是林建明一家在中间调的事。我真就操了。你先别发牢骚了，还是先看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吧。现在最大的刺头就是林建民大家，尤其是那个叫林北的小子，牙尖嘴利，说话一套一套的，只要把他们家搞定，其他人都好说。你看，要不召集3栋全体业主开个会，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个事儿搬到台面上来讨论，我就不信了，他们一家人将阻碍我们整栋楼的发展。那好，这是我来安排，不过我只会出面组织，不会过多干涉你们业主之间的事情。这个我明白，我会说服他们的。第二天一早，北云小区3栋业主们便接到物业通知，要围绕加装电梯的事儿展开一次座谈会。哟，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看到那个小子没？对，就是那个能勉强媲美读者颜值平均线的大帅逼，他就是最大的刺头。搞定他，咱这电梯多半也就能顺利安装起来了。切，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娃，就算他再怎么牙尖嘴利，在今天这种大场面，我就不信他能翻得起多大浪花来。没错，我们2家拾掇他一个还不简单啊！两人说话间，一个身材微胖的男子走了过来。既然大家都到了，那咱们就开始了。今天这个座谈会的主题呢，相信大家也都清楚，就是关于加装电梯的事情。咱们北云小区是个老小区了，很多基础设施都不齐全，现在要加装电梯，不光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为大家谋福利的一件好事。但是吧，现在有些反对的声音，今天把大家伙儿召集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还请大家畅所欲言，咱们争取今天能有个结果。说完，隐晦的给马俊明使了个眼色，便坐了下去。后者收到信息，立马站起来开口道：既然大家都不说话，那我先说几句。我这人心直口快，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有啥说啥。要是无意中得罪了哪位，我提前说声抱歉。马俊明皮笑肉不笑的意思就是给大家提前打个预防针。咱们楼某些人，我说实话，真的是自私又贪婪。我为啥想装电梯？难道是吃饱了撑的，还是钱多烧的？那还不是因为我爸岁数大了，腿脚也不好。他住那么高，平时想下楼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都做不到。我就想让我爸上下楼方便一点，我有什么错？怎么有些人非要阻碍我尽孝呢？而且这个电梯本身就是造福大家的事情，谁家没老人？就算现在没有，以后也会有吧。而且偶尔搬点重物，有电梯肯定更方便啊。可有些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住低楼层是方便了，一点都不为咱们住高楼层的邻居着想。就装个电梯这么简单的事情，又不用他们出钱，还非得扯什么挡光啊、噪音啊之类的问题。说这么多，还不就是想讹钱吗？都邻里邻居的，怎么好意思开口的？咱就是说。一边说着，马俊明还一边往林北这边看，他就是要集中火力对付林北。可马俊明却没注意到，自己以为是单体攻击，其实无意中攻击了所有反对的人。就是这次加装电梯，我们6楼可是出了大头的。况且电梯装起来又不是只有我们6楼用，其他楼层也都能用。我们愿意出更多钱，已经让了很大一步了。但希望某些人明白，我们做出让步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可不是为了让他狮子大开口，趁机敲诈勒索的。哼，如果我住在1楼，肯定不会像某些人那样阻挠这种造福大家的事情，更不会厚着脸皮趁机讹钱。哟，都看我呢，那我也说说我的想法。恕我直言，刚才那2位6楼邻居说的话纯属扯淡。就说那位马先生吧，他一直在强调他老父亲不容易，还说自己装电梯是为了尽孝。尽孝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我还是那句话，谁爸不义谁弥补，别把遗憾带入土。实在不行找保姆，不当的就是主。总结一句话，严厉打击孝顺外包，自己的父母自己孝顺呗，绑架别人算怎么个事儿？你想让老父亲上下楼方便，你大可以自己搬过来跟他一起住啊，有你这儿子贴身照顾，老人家还怕下不了楼吗？说完，林北笑眯眯的看着马俊明。这时其他邻居也反应了过来，就是你一个劲儿的说自己老父亲不容易，并以此道德绑架别人同意加装电梯，那你为啥不搬过来跟父亲一起住呢？合着你自己尽孝，还要裹挟别人，不装电梯难道你就不能尽孝了吗？此刻马俊明脸色难看，内心一阵恼火，他可不想跟行动不便的老人住在一起，太麻烦了。我来照顾我爸当然没问题，但我年轻时候腿受过伤，自己爬楼梯已经很艰难了，要是背着我爸上下楼，可能我们父子俩都得从楼梯滚下去，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今天这座谈会说的是装电梯的事，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故意混淆大家的视线。
没想到这家伙脑子转的倒是挺快，不过没关系，刚才不过是开胃小菜，正餐才刚刚开始上桌。行，那咱就说电梯的事儿。刚才2位6楼的邻居一个劲儿的说我们这些住在低层的业主自私贪婪，还说我们额前敲诈勒索，我就纳闷了，凭什么我们正当的诉求就要被这样定义？单元楼外面加装电梯，对于高楼层来说是利大于弊，但对于我们1、2楼住户来说，那就是弊大于利，不但没有什么用处，反而还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不是事实吗？凭什么你们图自己方便，想尽孝就得让我们让步？对，说实话，这破玩意儿对我们来说屁的用没有，就算是有补偿我都不乐意，更别提分逼补偿都没有了。不过呢，这个老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确实有必要，这也确实是一件造福大家的好事。我自然不会说因为自己的原因就强行阻挠，所以我这边有个建议，绝对能够完美解决现在的问题。哦，那你说说是什么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咱们2家换一下房子。你不说你父亲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吗？那换到1楼正合适，无论是想遛弯晒太阳，还是呼吸新鲜空气，随时能出门，多方便啊，对吧，马先生？对个蛋儿啊！你以为房子是玩具吗？说换就换，而且就算我跟你换了房子，我爸是方便了，可只要不安装电梯，那其他邻居不还是不方便吗？谁说不安装电梯来着？电梯肯定还是要装的，而且这个安装费用我个人全包，不用邻居们出1分钱。不过呢，咱安装电梯确实对低楼层住户有影响，所以我们高层住户对1、2楼住户每家补偿1点钱。当然了，马先生你是肯定不会要这个钱的，对吧？毕竟你刚才可说了，如果你住1楼怎么样，真是高风亮节，我非常佩服。安装电梯这事林北大概了解过，像这种6层楼高的老式居民楼，其实费用没有想象的那么高，20来万差不多就搞定了。对于身怀1个亿小目标的林北来说，区20万小意思罢了。马先生，我这个建议你觉得怎么样？这可是一举4得的好事啊，其他邻居肯定不会有意见，现在就等你点头了。这年轻人，我操！马先生，现在咱们这栋楼能不能有电梯用，可就全看你一个人的了。对呀，咱们这么多年邻居，你可不能太自私，得理解一下住在高层邻居的难处。见马俊明半天没说话，林北再次笑着说道：哎呀，马先生，你脸色怎么越来越难看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你赶紧表个态，早点回去休息。曹经理，你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呢？曹经理目光闪烁了2下，从物业经理角度来讲，这个建议他肯定是举双手赞同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跟马俊明也算是朋友，不好直接卖队友。那个大家怎么想的？安装电梯是好事，相信大家没理由反对，而且林北都愿意承担电梯费用了，我们赔给1、2楼邻居1点补偿也是理所应当。见到这种情况，马俊明的脸色那是越来越难看，就跟吃了17、8只旱厕茅坑里的蛆一样。老马，你就自求多福吧，虽然我跟你算是朋友，但眼下这种情况我是帮不了你了，正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曹德爽没理会马俊明的眼神，一脸真诚地对林北说道：那个林北是吧？我跟你爸妈都挺熟的，刚才呢我口无遮拦说错了话，叔在这儿给你道个歉，真心对不住，希望你别将刚才的事放在心上。你的建议我也觉得非常好，完美解决了我们3栋存在的问题，很好的为大家伙谋了福利，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支持和鼓励。超，你他妈是真不要脸啊！当初说好的共同进退呢？现在为了省2个逼钱，你是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曹叔叔不用这么客气，其实刚才那些话我完全没放在心上，这点小误会过去就过去了。你小子真是好样的，虽然年纪不大，但做人做事没毛病，够仗义。老马，你看看人家林北都愿意个人承担加装电梯的钱了，你是不是也表个态？这换房子以后，你爸就可以随时出门遛弯，多方便啊！对呀，老马，大家都同意，现在就剩你了，你是怎么想的？眼睁睁看着2个盟友都倒戈相向，马俊明气得浑身颤抖。他没想到，本来是发动高楼层住户逼迫林北签字的，可现在却变成了林北发动整栋楼的住户逼迫自己换房。干什么呢？这是咋了？你们还要强迫我换房子啊？老马，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这不是在商量吗？没人逼你。就是嘛，老马，你别激动，我们咋可能逼你换房子呢？但这确实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我觉得你没理由不同意啊。马家那小子，前2天你还上我家跟我说这个安装电梯对1楼没什么影响，而且听你的口吻，那是个大好事啊。现在不要你出钱了，你怎么又不乐意了呢？俊明，大家都是邻居，现在装电梯那也是为整栋楼着想，家里有老人就不说了，就算没老人，每天上上下下的爬楼梯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将心比心啊。哼，你们这是在道德绑架。哎，可我们只是用你对待我们的方式对待你而已啊，你怎么就生气了呢？林北，我告诉你，别以为你有2个臭钱就能怎么样，反正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不换就不换，法治社会，我就不信你们还能强迫我换房。小北，你别生气哈，马俊明那个人就是个牛脾气，我们会帮你劝劝他的。就是，这可是咱这整栋楼的大事，可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就把事情给耽搁了。谢谢各位长辈们的支持，在这儿呢，我也再次表个态。刚才我说换房子和承担电梯安装费用，绝对不是一时的气话，是认真的。只要马俊明跟我们家换房子，我立马联系人来安装电梯，费用全包。在座谈会结束之后，几个邻居便组团来到了马俊明家里进行劝说。对于不用自己花钱的好事，这些人还是很积极的。老马，你看你说的，这咋能叫卖呢？你想想看，你父亲他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出门都得拄拐，住6楼没电梯是真不行。这要是换到1楼，不就方便多了吗？曹德爽，你少他妈在这里说风凉话，合着换房子的不是你呗？
老马，我知道你不甘心，可你想啊，老爷子那耳朵，你跟他说话基本靠吼，电梯那点噪音根本影响不了他。再说挡光什么的更是小问题，白天出去溜达，晚上回家开灯。怎么看这换房子都是好处大过坏处的。就是啊，老马，你就算不为我们考虑，也得替你父亲着想吧。他肯定更乐意住在1楼，能随时出门，不至于跟坐牢似的，想出门都办不到。老马，你总不能因为自己跟林北的个人恩怨，就妨碍这个造福大家的好事吧？做人可不能太自私。姓吴的，你他妈说谁自私呢？咋了？说你自私有问题吗？当初你来我们家让我签同意书，你是怎么说我的？你没说过我自私吗？难道就你能说我不能说你？什么玩意儿？眼瞅着两人就快干起来了，曹德爽连忙出言劝阻。老吴，你看你说的，老马的为人我还不知道吗？跟自私压根儿就搭不上边，更加不可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就耽搁所有邻居的那什么。老马，你再好好想想，我们就先走了。小明啊，刚才的事情我也听明白了，要不咱就跟1楼换了房子吧。爸，这里面很多事情你都不懂。现在1楼那个小逼崽子就是在道德绑架我，你说他就比我家小帅大几岁，要是就这么被他拿捏了，那以后我这脸往哪搁？可我这身体你也知道，爬不了楼梯，住这么高跟坐牢有什么区别？再说了，换房子咱也没啥损失啊。怎么会没损失？爸，你以为1楼那么好心呢？我跟你说，那小逼崽子心里憋着坏呢。这电梯一装，1楼的房子就不值钱了，咱6楼可是会涨价的。你合计合计，这里外里咱得亏多少？说完，马俊明烦躁地回到了另一边装有电梯的家里。你干嘛呢？这是一回来挎着一张老脸。我现在火气很大，别他妈来烦我。一边咬牙切齿地说着，还一边在手机通讯录里翻找起来。超道德绑架我是吧？你他妈是不知道我认识电视台的人，我这就找人曝光你，让你们全家在于县都抬不起头来。爸，你快打开抖音看看，你上热搜了。什么？这小兔崽子，我跟他没完。马俊明本想找电视台帮忙曝光来着，结果这电话还没打出去呢，对方居然率先一步曝光他了。爸，你别生气，千万别气着自己。还有你，看着我就来气，我辛苦赚钱供你上大学，你看看你学的都什么玩意儿，跟我说什么2/3、3/4的，结果呢根本就不好使，这法律都向着他。爸，我才学法2年半，那有些没学到家的地方也很正常啊。反正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是骂我打我也没用，要不咱还是同意换房子吧。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连你也来逼我。爸，我不是逼你，实在是咱跟林北斗不起，他最近特别火，都上过好几次热搜了，而且我听说他还要起诉全网啥的。哦对了，张三老师就是他的律师。张三是谁？爸，你不知道张三，那可是我们司法界最顶级的存在，真正的大牛，据说还把敲锤的送进去一个。你说这样的组合，咱怎么跟他们斗？难道就让他这么欺负咱们？这咋能叫欺负呢？充其量只能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马帅虽然心里嘀咕，但这话肯定是不敢说出来的，不然他老爸铁定会让他回忆一下竹笋炒肉的味道。那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咱也确实没办法。老马，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你别死要面子活受罪，我觉得换就换了吧。你说咱又不是搞房地产的，房子贬不贬值对咱又没多大影响，况且就那套房子总共也值不了多少钱，关键现在那房子是咱老爸在住，你让他选的话，他肯定更乐意住在1楼。对于老婆孩子的劝说，马俊明心里也明白，他知道自己有错，但当初他可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撂下狠话的，现在却要给一个小屁孩低头，就感觉心里憋屈的不行。算了，换就换吧，就当是为了小帅的爷爷。另一边，在接到马俊明同意换房的电话后，林北一脸诧异。他知道马俊明迟早会怂，但没想到对方怂得这么快。林北没有表现出丝毫愧疚和同情，因为这事是马俊明道德绑架在先，那他受到反噬也是活该。虽然为此花了20来万，但问题得到了完美解决，还给自己家里赚了波好名声，也算值了。接下来就是选个良辰吉日换房子，然后再联系工程队装电梯了。与此同时，法院那边给林北传来最新消息，庭审排期已经确定，开庭时间定在3日之后。兄弟们好，今天就是审判日，大家看我怎么爆杀网络喷子和小仙女就完了。林北，你个小兔崽子还敢过来？我闺女不就在网上吐槽了你几句吗？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能不能大方点？林北，我女儿还要考公务员呢，你这不是害人吗？今天你必须跟法官说清楚，让他们放了我女儿，不然我跟你没完。说吧，多少钱可以放过我老婆？你说个数，老子有的是钱。听到是林北来了，无数被告人家属朝他围了过来。干什么？你们把我围起来想干啥？我们没想干什么，就想求你高抬贵手，钱和谅解书，我们可以真诚道歉，还可以给你赔钱。我只负责送他们去见法官，原谅他们是法官的事，其他的事与我无关。年轻人别把事情做得太绝，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呵呵，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过了今天，我跟你们还有见面的可能吗？不是，我就奇怪了，我闺女又没怎么着你，你用得着跟条疯狗一样咬着不放吗？我闺女可是一本大学毕业，你知道她有多么光明美好的未来吗？你这么做会毁了她的一生。这位大妈，你是出门走得急，把脑子落家里忘带了吗？你女儿什么大学毕业，有多好的未来，跟我有鸡毛关系？我只知道她网暴我，给我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她的行为触犯了刑法，涉嫌犯罪，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还重点大学，光明未来呢？少在这里做梦了！我告诉你，你这个号呢，算是废了。建议你回去之后抓紧时间练个新号吧。可你不是好好的没什么事吗？只要我们把评论删了不就行了？犯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说
说这么多还不就是想讹钱？说吧，你要多少？为了女儿，我砸锅卖铁赔给你。这个世界上可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钱来解决，你女儿还有其他所有被告都一样，犯的错不可原谅，不把他们送进去，我心难安。林北，你个黑心肠的小可爱，你这么祸害我闺女，你也不怕遭报应？张律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公共场合辱骂他人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条例吧？没错，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他人进行侮辱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罚款。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还规定，有追逐拦截他人等寻衅滋事行为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听到没有？你们是自己让开，还是我报警送你们一家整整齐齐的进去？北哥牛皮，会说就多说点，我没别的爱好，就喜欢看北哥对人。我勒个豆，从古至今除了大闹天宫那位，也就只有咱北哥敢开这么大的团。主播没毛病哦，不把他们送进去，我这念头也不通达。那些被告家属们愣了2秒后才回过神来，一个个都要气炸了。你们这么多人围在这里想干什么？知不知道聚众闹事、威胁恐吓是什么性质？各位大部分都是远道而来，难不成想来个拘留所15日游？听到警察的呵斥，众人立马冷静了下来。行了行了，都散了吧，别挡在法院大门口。小伙子，你也真够胆子大的，竟敢这么直愣愣走过来。不是我胆子大，而是我行得正坐得端，所以没什么好怕的。更何况现场还有警察叔叔在呢，有你们在，所以我就很安心。哈哈，小伙子你这性格我喜欢。现在人都散了，你们赶紧进去吧。好的，谢谢。老张，好久不见。是啊，好久不见了。不愧是法外狂徒，这人脉就是牛逼啊，跟中院的院长都这么熟。你呀，总是能给我玩出点新花样。瞧你说的，我只是个代理人，只为我的当事人服务。审判长苏贯彻目光复杂地看向林北，这年轻人第一次打交道就搞出这么个大动作，把整个龙国司法界都震动了。身为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都感受到不小的压力，不管判得重了还是轻了，都可能会爆发舆论危机，甚至引发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小伙子好样的，这个社会就需要像你这样较真的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仅仅是为了维权和出气，也是想为肃清网络乱象、杜绝网络暴力出一份力。好，说得好。不过现在已经快到开庭时间，我就不在这里久留了。考虑到这个案子被告人数突破天际，没有那么大的审判庭可以容纳1000多被告同时出庭接受审判，因此龙城中院特案特办采取了分批次审理的策略。林北，你他妈个王八蛋！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你就是帮王舒淇转发了一个黑你的视频，你犯得着这样害我吗？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小肚鸡肠的男人？屁大点事非得抓着不放，而且我都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就你这种下头男，活该一辈子单身，这辈子吃不上4个菜。面对几人的怒骂和指责，林北并未动怒，敢在庄严肃穆的审判庭骂人扰乱秩序，不用他出手，自然有人会收拾他们。请被告人注意法庭秩序，不得喧哗吵闹，辱骂其他诉讼参与人。今日，依照刑法第246条之规定，龙城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网络诽谤、网络暴力一案，由我苏贯彻担任审判长，并依法组建合议庭，现在正式开庭。接着，书记员起身宣读法庭纪律，核实到庭人员身份等，这些都是庭审基本流程。随后，审判长苏贯彻按照程序询问林北是否愿意调解，毕竟是自诉案，从理论上来说，在宣判之前，林北随时可以调解撤诉。不过，已经走到开庭这一步，撤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林北拒绝调解，并请求合议庭对被告从重判处，以彰国法，以正视听，以安民心。调解是不可能调解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调解，只有把你们这些网络喷子小仙女都送进去吃公家饭，才能使我心情舒畅。听到林北这么说，被告们又纷纷开骂。审判长，被告人的态度您也看到了，没有丝毫认罪悔罪的意思，这种人简直罪有应得。原告拒绝调解，正式进入庭审。原告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自受到网暴以来，本人每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非常焦虑，精神状态极差，日常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本人恳请合议庭能够重判严判。就这样，这场庭审足足用了4天，才总算是审理结束。到了第5天，终于轮到罪魁祸首王舒淇接受审判。王小姐，我跟你说，这个案子对你很不利，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最轻辩护的策略。待会儿你要做的就是认罪认罚，一定要拿出你的态度，赔礼道歉。林北，你个王八蛋，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你要这样害我？你可不要乱说话，我什么时候害你了？你还不承认？那天我去找你，你偷拍了视频，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故意等着事情闹大了你才跳出来自证清白，不就是想让我量刑更重吗？你在这装什么傻？你不光害我，还害我爸妈，现在我家都被你毁了。此刻的王舒淇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要不是法警在旁边，他可能都冲上去开撕了。你可真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啊！难道是我拿刀架你脖子上逼你写小作文冤枉我的？真可笑！你差点让我身败名裂，人人喊打，现在怎么舔着个脸在这儿说我害你的？可你不是没事吗？再说了，我们可是亲戚啊，你怎么能这么做？我之所以没事，那是因为我幸运，无意中拍下那天跟你说话的全过程，否则只怕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跑断腿都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至于亲戚，呵呵，当初你故意散布谣言抹黑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们是亲戚？现在站上被告席了，即将被审判了，你想起来我们是亲戚了？不好意思，我只跟人做亲戚。王小姐，马上就要开庭了，你要冷静啊。
开庭。审判长先生，被告人系统一行为触犯多条罪名，符合想象竞合，不适用数罪并罚。我建议应择一重罪，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王舒淇听到这话后，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连忙扭头看向旁边的辩护人，这是他唯一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了。不愧是法外狂徒张三老师，果然很厉害。刚开局就让我感受到巨大压力，但我暴龙心也不是吃干饭的。我苦学法律多年，只为求得今日一鸣惊人。我方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但不认可其证明力度。众所周知，审查案件的证据必须遵循3个原则，即证据三性、客观情况下的真实性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性、取得刑事的合法性。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不被法庭采纳。我方当事人对诽谤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愿意向被害人认错、道歉以及赔偿损失。但是，我方当事人并不成立寻衅滋事罪。根据刑法第293条的规定，寻衅滋事罪有4种行为：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并且都需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而我方当事人只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帖，其行为固然构成诽谤罪，但并不符合上述4种情形。因此，我恳请合议庭判定我方当事人寻衅滋事罪不成立。这哥们儿学艺不精啊，虽然有点东西，但是不多。你刚才在那里列举了半天刑法中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说得很对。但如果我拿出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请问阁下如何应对？解释中的第5条明确规定，编造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符合你刚才说的寻衅滋事罪第4种情形，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还珠子，当年司法考试的时候，貌似就考到这个来着，但好像大概不是这么解读的吧？虽然这个司法解释确实有这些内容，但我认为公共秩序指的是公共场所秩序。我方当事人是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帖，这个并不算。别说了，这个法条不是你这么理解的。暴龙心听到这话，顿时有些不乐意了，有些不服气的说道：“张三老师，虽然您很厉害，但不能这么武断了。我认为我并没有理解错。你就是理解错了，这法条就是我参与起草编撰的，我还不清楚。来，我给你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公共秩序并不单指狭义的公共场所秩序，也包括网络秩序。我操，己方律师居然拥有法律最终解释权，好家伙，学法律的碰上编法律的，这你跟谁说理去？鲍律师，你别发呆了，赶紧反驳他呀！我特么请你来给我辩护的，不是让你来当吉祥物的。暴龙心内心暗暗叫苦，对方摆明了就是个挂壁，你让我怎么打？赶紧的，小心我投诉你。我觉得我方当事人发帖之行为并未达到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程度。首先，寻衅滋事罪被其称为口袋罪，一方面是说很多情况都可以往这个罪名上面靠，另一方面也是指出了这个罪名边界不明的特点。其他刑事犯罪基本都有很清晰明确的界限和定义，比如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实施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从而构成的犯罪。又比如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寻衅滋事罪不同，边界太模糊了。同一种行为，你说它是寻衅滋事罪没毛病，说它不是寻衅滋事罪也说得过去，具体如何裁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认为我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我反对辩护人所说被告人之行为并未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言论。被告人发布的第1条微博通过伪造视频诬陷我方当事人猥亵，浏览量过千万，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和讨论度。第2条微博声称其在中学时代80同学是被我方当事人威逼的，再次引起巨大反响，相关话题在各大平台冲上热搜，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我方当事人的网络暴力。仅仅是达到刑事犯罪标准且并未道歉而被提起自诉的就超过1000人，这般程度如果还不算严重混乱的话，那么请问到底要怎样才算严重混乱？此外，被告人先后2次发帖的行为也足以证明其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性，因此被告人成立寻衅滋事罪，而辩护律师方才所言简直是一派胡言。这种逻辑不通、强词夺理的话就不应该从一个法律人的嘴里说出来。老天啊，如果我有罪，请让法律审判我，而不是让张三写阅我，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此时连审判长苏冠彻都看不下去了，直接敲响法锤，宣布法庭辩论结束。听到法锤的声音，暴龙心感动的差点哭了，从未有一刻感觉法锤声势如此动听。被告人王舒淇经过双方律师激烈的辩护，现在本合议庭决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你认不认罪？我认罪，我确实诽谤了林北。没道理啊，王舒淇居然认怂了，这可不像他的风格啊。可是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他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是林北先骂我们一家的，如果他不犯贱，那我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发那个微博诽谤他。而且我严重怀疑林北早就知道我要干什么，却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就是要引诱我上钩，否则怎么解释他拍的视频？这分明就是在钓鱼执法。王舒淇越说越激动，嘴巴像机关枪一样，根本停不下来。而且林北明明有证据，不早点拿出来，偏偏要等到话题上了热搜才出来自证清白，明显就是故意加重我的罪名，他这就是故意害我。就因为林北，全网都在骂我，我受到的网暴比他严重多了，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如果我是寻衅滋事罪，那他凭什么不是？他凭什么一点责任都没有？我不服，这是什么狗屁法律？林北你个臭傻逼，你不得好使！
被告人，请注意你的情绪。你个老东西，别在这哇哇乱叫！随着王舒淇的暴吼，顿时现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全都亚麻呆住了，眼睛瞪得溜圆。苏贯彻没想到，他从书记员一步一步做到龙城中院院长，这么多年还从未在法庭上被人指着鼻子吼过，也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的被告。至于暴龙心，则是一脸的生无可恋，先被大魔王 BOSS 血虐一场就算了，现在还他妈被猪队友被刺一刀。